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应该早点开工。这又是梅雨，又是红包，又是烟的，估计也就抽局里面有这个待遇。今天东家的精神就是把屋后面稍微挖宽一点，省得每年都会垮土下来，年年都要吃羊沟。再就是把屋后面的2块地刨一刨，清理干净。由于长时间在外拼搏，没有回家，屋后面长满了很多竹子、杂草、杂树。去年过年砍了几天才砍干净，这不年刚过完就给我打电话，要我拖挖机过来给他挖一下。你看这竹根长得有多长，拿起来都可以跳绳。首先我们先把马路这一边的一小块地给它清理干净，上面的都老坡挖一挖，清理到一边，再把地刨一刨，翻一翻，这一小块地就搞好了。今天的任务难度主要是在这一边，这边的树竹子比较多，挖的都老坡和竹根也比较多，屋后面还要挖宽，挖的土就堆到这地里面，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些都老坡还有竹根要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要是直接填土埋了，到时候还会重新长出来。平常在乡下干活只能看到老阿姨老太太，过年抽局里面干活就是好，年轻漂亮的美女那是随处可见。我在这里干活，路上来来回回我都看到了几个。都老坡清理完了，我们再把整个地刨一刨，把地里面的竹根尽量的给它刨出来，东家就好把这些竹根捡起来丢到边上去。屋后面这一片地刨完之后，我们在地里面挖一个眼。东家屋后面堆放了很多烂瓦片，为了防止把这些瓦片搞到了地的表面，影响了种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，所以我们挖个眼把它埋了。这屋后面的坎上还有，这没人住的房子看起来总是那么烂糟糟。烂瓦片清理干净，现在我们就给它把后面加宽。可以看到离房子实在是太近了，稍微下点雨就会垮很多土下去，这不得年年吃羊沟。这后面的树都会长到房上去。我才稍微挖宽了一点，东家说可以了，这样差不多了。既然东家不挖了，那我就把后面的坡收一收，收平整，然后再给它拍一拍，搞漂亮。这上面也给它拍一拍，老板看着非常的满意。堆在地里面的土收一收，扫一扫，弄平整。屋后面就算是清理干净整洁了，但是这屋旁边还是烂糟糟的，同样的也是竹子长得密密麻麻，地里面全是竹根，还有这旁边的坡也是垮的垮，塌的塌，看起来不是那么美观。我先是把地刨一刨，把里面的竹根刨出来，然后再挖房屋拐角这里干净的土，把旁边的坡给它填一填，修一修。这拐角的地方也按照前面的坡度给它修一修，搞平整。房屋这旁边基本上也是修得差不多了，本想给东家拍一拍，搞漂亮，但是东家跑过来跟我说不用不用，到时候他在后面想铺点草皮啥的，又能护坡又美观，还不会长草。OK， 这房屋四周就全部修整完毕了，最后还剩下的一点地我们刨一刨，弄一弄。你看这竹根在地里面都织网了，我估计就算这么刨一遍，明年可能还会再长。东家说到时候它长一个他就拔一个。今天给房屋后面清理就搞完了，搞完之后可以看到四周非常的干净整洁，这地也刨松散了，到时候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，这不挖机费用就来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跟那房子跟那个边上跑的，可以挖过。
10年前这种树非常值钱，像这块地里面这样的3排树，差不多小几万。那个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过，有田的就种在田里，有山的就种在山里面。那这些树现在怎么的也值几千吧？你看我这推树的架势，你觉得这个树还值不值钱呢？现在不仅不值钱，长在地里面还碍事，想种点东西都种不了。你送给别人当柴火烧，别人都懒得砍。所以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把地里面的这些树全部推倒，顺到一边，再把地刨一刨，刨完之后老板好种点花生、土豆马铃薯。首先我们先把树全部推倒，然后再把树扫到边上。最后这一棵不值钱的桂花树推倒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它刨地。小时候大家都用锄头刨过地，现在用挖机就比较方便，一挖一翻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扫一扫，把挖的地扫平，这样就好看一点。挖机刨过的地，你再种花生、土豆、马铃薯，那个收成就很棒。后面还有几棵树，同样的我们都给它挖掉。最后这里老板要我从沟里面挖点泥巴，填一条路上去。我看了一下，直接用泥巴堆可能堆不起来，容易流到旁边的沟里，所以我挖了一点土，在旁边筑了一个土墙，然后再挖沟里面的泥巴，把这里填起来。土墙堆起来之后，我们拍一拍，给它拍紧实。我们现在挖沟里的泥巴，把这里填起来，顺便看一看有没有防散泥鳅啥的。边上的松土我们按一按，收一收，把它收上来。经过我们把沟里的泥巴清理上来，你看这条沟下面就通了。沟里面的泥巴清理干净之后，感觉这条路上面还差点土，我们旁边稍微切一切，切下来的土我们推过去再挖一层土搞过去，把前面的路好一点修一修。填了点土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。再把最后这里一点刨一刨我们就从沟里开过去。开过来之后，我们转过来，把挖机底下最后一点点地刨一刨，就收工了。最后沟里面收一收，边坡扫一扫，就算是搞完了。地刨完之后，种上点土豆、花生、马铃薯，那肯定是疯长，就很棒。